大陆认定台湾对陆构成贸易壁垒，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终止 ECFA 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涉及12个税目产品。国台办随后表示，支持相关主管部门采取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措施，并希望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两岸双方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0号发布公告，决定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自2024年1月1号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丙烯、对二甲苯等12个税目进口产品，终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定税率，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希望台湾地区采取有效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此前，在12月15号，商务部认定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存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3条所规定的情形，构成贸易壁垒。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束觉婷指出，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结果显示，台湾地区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措施违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就是 ECFA 的有关规定，影响 ECFA 目标的实现。ECFA 生效以来，给岛内相关企业和民众，包括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一点有目共睹。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各种借口和手段阻挠两岸交流合作，这只会压缩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直接损害广大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1号也表示，支持相关主管部门采取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措施。朱凤莲指出，2010年6月，两岸在92共识基础上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多年来，大陆始终切实履行承诺，推动和保障了 ECFA 的生效和实施，给两岸特别是台湾相关企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民进党在上台前攻击 ECFA， 上台后不仅不采取切实举措解除对大陆歧视性贸易限制，还不断变本加厉修改规则，设置障碍，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严重阻碍 ECFA 实施，导致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终止 ECFA 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此类问题本可通过两岸协商予以妥善解决，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92共识，破坏了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让相关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两岸同胞深受其害。我们希望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两岸双方可在92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大陆非常坚定的一个决心，是希望能够维护两岸经贸关系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并且是把它去不断的去提升它的一个制度化水平，维护它的这样一个合法的这样一个互惠的一个状态。岛内应当有这样一个负责任的相关的一个方面，那么在两岸之间共同的政治基础的一个前提之下，去进行理性的、务实的、本着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原则，去共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台湾方面去应对这样一个现状的一个可以说是应有之道。台湾中时新闻网21号报道称，对于大陆最新举措，岛内各大相关公司早上纷纷开会，业界低调表示会依照规定办理。这一波取消关税优惠，依产品不同，受冲击情况各异。另据台湾《旺报》报道，有多位在大陆经商的台商表示，大陆是在寄出初步警告，认为民进党当局势必要面对两岸贸易不平衡、违反 ECFA 互惠与开放承诺的问题，不能光靠意识形态逃避，否则继续实施下去，基于两岸贸易的紧密，对台商的影响非常巨大。厦门台协荣誉会长吴家莹认为，大陆此举对台商影响面很大，虽然目前是小范围实施，但两岸经贸网紧密，且许多台资企业依托 ECFA 才有办法顺利发展。如果继续扩大实施，会让不少产业没有办法生存。对于此次大陆决定终止 ECFA 协议中对台湾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民进党当局仍然选择视而不见。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石化产业2022年对大陆出口62.4亿美元，其中受惠于 ECFA 早收清单的规模在17亿美元左右。若没了关税优惠，这些产品的关税都将增加。岛内石化工会表示，此举对台湾贸易一定有影响，具体影响程度仍要评估。不过，台当局经济官员却回应称 ，ECFA 占台湾整体出口低于4%，对经济冲击有限，并将加码补助受影响业者。中国国民党2024候选人侯友宜21号表示，民进党在大陆启动贸易壁垒调查这8月内都没有动作，他主张应该赶紧在 ECFA 的争议协商架构里面进行协商。
ECFA 原来是一个在特殊的条件之下对于台湾特别有利的安排。那既然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安排，而且是双方协商的结果，那当然根据它原先的规定，就是可以不给你有利的安排。跟民进党政府协商或者是交手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他们一定是咬死不放。每一次他们就算是错了，也一定要错到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选票的计算里，你不同意这个政策的人已经不是投我的，那投我的人我不能改变立场。所以在这种很可怕的二元化的选票计算里面，我认为民进党会咬死不放，至少在1月13号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的转变。实际上，从商务部4月12号宣布对台湾启动贸易壁垒调查以来，岛内就一直弥漫着大陆有可能中断 ECFA 的各种揣测与担忧。目前，台湾面临经济成长停滞、公共投资不足、高龄化及少子化等问题 ，ECFA 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台湾海基会原副董事长高孔廉忧心，未来若连 ECFA 都被终止，台湾的免税覆盖率将是周边地区最少，到时我们就变成亚洲孤儿了。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介文吉也认为，民进党当局官员称 ECFA 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根本是信口开河。民进党的官方过去3个月一直在发表一些文章，叫他们的贸易专家一下说，好 ECFA 废除影响不大。他最保守，他把他所有的这个冲击他降下来的话，大概是6000亿台币，6000亿台币的冲击，他绝对是怎么样？避重就轻把它算得最低。可是这个可能是太乐观的估计啦，这个只有厂商自己知道。厂商比如石化业然后机械业，我们的机械产品如果没有享受这个零关税进大陆市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跟日本、韩国的产品在中国大陆竞争的。那个市占率就在那个地方，有的公司是3成到4成的产品是在大陆销售，这些厂商会恐慌。有台湾的贸易业者预估称，台湾经济靠出口外贸，如果 ECFA 中断，缺乏大陆4成的外销，很多人会失业。也有台湾金融学者认为，台湾的出口占 GDP 约7成，外贸在台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 ECFA 中断导致出口受挫，制造业、传统产业员工薪资、就业首当其冲，家庭支出联动受影响，进而扩及内需、服务业，台湾经济将陷入恶性循环。有台媒直言 ，ECFA 的存废对台湾经济影响不小。大陆并未进一步说明要如何处理贸易壁垒问题，显然留下了一扇机会之窗。这窗最终是开是关，有赖台湾选民做出智慧的抉择。台湾的内需市场不够大，台湾对欧美的出口到目前为止，包含对日本的出口，都是有的时候平盘，大部分时候是逆差的。如果两岸的经贸真的是切断的，那么台湾本身的内部的内需市场不足以支撑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们的外需的，就是出口的这个市场呢，并没有非常大的获利的基础，因此整个台湾的经济的核心跟它的基础就会受到重大的冲击，我们就会从现在这个位置一步一步的倒退回到一个比较基本的经济体，那个会是台湾最悲惨的命运。